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男士剪烫教学。那我今天邀请了一位设计师跟我一起来分享。那在课程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课程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这次邀请的是 Vic 老师，那他也是我们团队的教育部的成员，那他也是负责我们公司的减法教育。那我们欢迎 Vic 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 Vic。好，那 Vic 老师，你目前年资多久了？从事美发到现在的话是8年。8年，那是本科系的吗？对，是本科系。所以高中跟大学都是。对。那你觉得学校的学的东西跟在沙龙里面学的东西有没有一样？学校的部分的话，它教的会是比较基础的，对。但是现场上在用到的，基本上还是会依照现场状况去做设计跟判断，应该基本上是用不太到学校那一套。为什么？因为流行的关系吗？对，因为流行部分的话会一直去做转换，但是学校那一套其实应该都蛮久了啦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以前学那一套跟现在学校应该都是没有变的。对，应该都没有变。对，好，那你擅长的风格是什么呢？偏商业化、欧美、日系，其实都会有一点点。对，因为 Vic 老师的作品啊是走非常有质感的那一种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他的作品。那我们今天呢合作的部分呢，我会负责一款男士剪发，那由 Vic 老师来负责烫发的部分。那我们两个一起做教学，那我们教学就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我准备的是假人头，那由我来做剪发。那剪发的话，今天总共有3个比较重要的区域，两侧跟后面算一个区域，再来顶部区跟后脑勺是第2个区域，第3个区域就是刘海的部分。那完成这3个区，我们就可以准备来烫发了。那我们先来做分区，先把顶部区的位置都先夹起来。我们从发际边缘额头这里画一个 U 型区。然后到另外一边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先来做后面的修剪。后面的修剪呢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，它现在长度是比较长的，那我们要先把所有的长度去除，我们要剪一个中高层次的剪法，所以我们先来处理后脑勺的位置。后脑勺位置啊，我们先把它分成一半，上下2区。分出来之后，我们先找到发际线的长度最下摆，发际线的长度啊，往后量2个手指，然后我们把这下面的长度都先去除。然后水平的修剪过去，底层的长度修剪完之后，我们依照这个长度去提高角度到90度的位置，然后做修剪。先把后脑勺这个区域的长度先修出来，然后两侧如果有比较长的头发，可以一起先修掉，因为两边我们没有要到这么长，所以我们两边先把长度修出来。然后拉的位置就是提拉到我们刚刚分区一半这里的效果。好，修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把第2个区域放下来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依照刚刚修的长度做一个直立分线，然后把多余的长度点剪修饰掉。后脑勺它就会有一个简单的蓬度了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都用直立分线往下45度，然后把多余的长度修剪掉。然后后面整个修完之后啊，它还是会有一点厚重哦，所以45度修完之后呢，我们再一次的提拉，把多余的长度做去角的动作，剪一个弧形的去角。这里多出来的角度我们修除，做一个去角的动作。那这样后脑勺的位置啊，就会发现它会变得更蓬松的效果了。以侧面来看，它后脑勺位置的蓬松度就会比较好，但是又不会剪到太短。然后到耳朵两边这边，我们以耳朵后面的分区拉起来，把多余的长度做修剪。修剪完之后呢，到两侧我们画一个耳朵往前的斜线，做去亮的动作，把多余的长度直接去除。然后看到我梳子是往前的斜度哦。去除之后，我们耳朵后面一样往后斜，修剪掉多余的长度。好，那这样两侧的区域修剪完成了，最后在耳朵上面这里
去掉一点点轮廓，把轮廓修饰出来。好，我们这样从这里再稍微做一点连接带过来，这样侧边的长度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另外一边用一样的手法去完成这样的操作。好，那我们后面跟两侧就用剪刀跟梳子就可以完成了。那完成之后啊，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区，我们上部的部分，先把上面的夹子都先拿掉，找到它的发旋，顺着360度放射的去梳平。好，梳完之后，我们先设定第一个的导线哦。第一区的导线啊，我们放在它后脑勺枕骨的位置。那我们先剪一个水平线，先设定出来。因为男生头发啊，不要太长，不然它会太厚重，所以我们抓在整个后头部的一半的位置，效果是比较好的。那如果你会担心剪太多的同学，你可以先再往下保留一点点去修剪，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后脑勺区域修剪完之后，我们直接顺着后脑勺剪一个水平线过去，这样做一个连接。好，这样后面剪完平行线了嘛，那我们连接到两侧，内层跟外面的轮廓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内层先不用连接没关系，我们就这样厚厚的盖下来，等一下再来修就好了。我们先把长度决定出来，所以长度在这边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平行的分线拉下来，多余的长度水平去除，去完之后到前面刘海的位置一样剪一个水平线。好，那我们把基本长度都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修整体的细节跟轮廓。好，我们一样从后脑勺开始，我们放射线提拉往上135度去做修剪。后脑勺的部分提拉起来，往上135度，修剪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像这里我们上面就会比较长，下面比较短，直接做一个点剪的动作。剪一个点剪的动作，把上面多的角度去除，这样等一下我们在烫的时候效果就会比较轻盈了。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往上提拉，然后做点剪，这样它不会影响到它下面的长度，又可以让上面的层次感变得比较好一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边的差别，我们这边是去掉角度，层次感、蓬松度会比较明显，另外一边呢反而就比较厚重，所以啊，这边我们一样顺着这里去做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另外一边也是用135的层次做去角，那整个区域去完之后，后脑勺跟刘海整体就完成了。那需要注意几个小地方，就是刘海不要剪到太短，基本上它刚好会盖到眼睛一点点的位置，效果是最好的，因为它等一下烫完会变短，所以它就可以做出那种韩式刘海的那种感觉。今天剪法重点，第一个，后脑勺的长度不要剪到太短，所以呢，我们先确定长度之后，直接提高90度做修饰。修饰完之后，两边 A 字形衔接轮廓，就是做去角动作。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外轮廓盖下来，两侧那根外层不要做太多的连接，因为这样它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厚度。但是上面我们再去制造出蓬度，这个造型剪法就完成了。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发型的剪法重点。那接下来让我们请 Vic 老师来为我们分享这款韩式发型该如何做烫发，还有上卷的技巧。那我们就欢迎 Vic 老师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分享烫发的步骤。那烫发的部分的话，我会帮它分成前后两区。那后面的部分的话，发流我要整个让它是往后去做一个蓬松。前面的部分的话是会做一个往后的弧度，但是因为我的目的是不要让它两侧太蓬，我还是会去针对两侧头角的地方的蓬度去做，让它不要那么蓬的动作。头顶的部分的话，尽量会让它有一定的蓬度，让整个头型会有延长的效果。像后面的区块的话，会分成这样一个区块，那最头顶这边。我们是为了让它的表面比较光泽，所以这边的部分会用比较大的卷子来做烫发。上卷的部分，像中间的部分都是平卷，因为平卷的部分比较针对蓬度可以去处理，所以我们中间都是用平卷。两侧的部分的话会用绕卷，两侧的部分不希望到太蓬，所以两侧不会用到平卷，因为平卷的技巧是在针对蓬度
想要蓬一点的时候，才会用到平卷的这个技巧。那我们第一卷已经上完了，那第二卷的部分的话，会跟它错开，形成一个有点像盖房子的状态，就是砖块交叠的状态。这样的话，它比较不容易产生一些空隙，空隙太明显的话，相对的这发型会有一些空洞的感觉，会不太 OK。那想要整个饱满又均匀的话，建议是可以稍微错开。那第二卷的部分，卷子就会缩小1号，因为第一卷如果蓬度太蓬的话，相对它卷度也会很明显。但是像韩系的发型的话，他们其实重点不会很强调卷度，所以第一卷通常为了不要让整体的卷度那么明显，所以第一卷不会到太卷。那第二卷它是在里面的地方，所以它可以稍微卷一点去做一个蓬度的支撑。另外一边一样，角度抬高，然后整体的力道要稍微比较均匀。力道不均匀的话，我们卷下去它整个很容易歪掉。OK， 第二卷这样就完成。第一层是1，第二层是2卷，所以我们第3层的部分的话会变成是3卷。那像第3卷的部分的话，个人建议角度就不要抬太高，因为我们要开始跟下面的比较短的头发去做一个连接，所以第3卷的部分角度可以微微降低一点点，不要拉到很高。卷直的部分卷进去，往后拉一点点，再卷进去，这样确保发尾一定都有卷进去，才不会出现折痕。因为如果发尾没有卷进去的话，相对的出来的纹路会有一定的折痕。那这样我们后面就完成了。那我们这样是3层。那如果说头型的部分的话，会比较扁塌一点，建议是可以再分到第4层去做蓬度。那我们前面的部分的话，会分成中间跟两边，这样共分成3区。中间的部分的话，一样会用后面一样的技巧，用平卷整个往前去做一个堆叠，增加头顶这边的蓬度。那两侧的部分不希望头角太明显，所以两侧的部分的话会用到绕卷的技巧。那像头顶的部分的话，会用比较大1号的卷子，因为一样要让它的蓬度是可以比较蓬。那我们刘海的部分，因为像韩系的刘海，它刘海这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蓬度去做支撑，它的刘海是有点会往上跑的感觉，所以这边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角度一样是抬高。OK，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。两侧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希望是让它呈现有点往后跑的纹路，对，但是我们又不希望它太蓬，所以在这边卷的话，我们会用是比较偏斜向，然后往后跑，这样它卷完之后，它自然就会呈现这样的弧度。但是因为我们不要发根的地方太蓬，所以这边我们会用到的一个是绕卷的技巧，不要让我们的发根这边有太多的蓬度。我们一样是分斜的，那角度的部分不要抬太高，我们平的拿出来就好了。然后这边会用到的是小1号的黄色的卷子，因为两侧的头发跟头顶的头发比起来，两侧的头发会比较短，因为我们要让它的弧度会比较明显一点，所以两侧我们会用小1号黄色的卷子。刘海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们不要有蓬度，这边会是往前，然后这边要注意发尾的部分，我们是要让它往外面跑，好，往外面跑。那因为中间这边的角度是抬高，两侧的角度是降低的，所以它会呈现一个中间比较蓬，两侧会比较顺的弧度。那像我们旁边就是这样的3卷。OK， 那另外一边等下也会用一样的方式来上卷。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，等下就会开始做上药的动作。那期待一下结果吧。OK， 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。蓬度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是集中在顶部区这一个区块，跟后面这边都是去做一个蓬度。两侧的部分的话，因为我们不要太蓬，要跟旁边的头发去做一个连接，所以旁边的地方都会是比较顺的状态。那两侧是往后去跑的。刘海的部分它没有特定设定说是要拨哪一边，其实往这边拨，往反方向拨，或者甚至中分都是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就完成了。那 Vic 老师啊，对于这样造型居家的话，该怎么做整理呢？我个人建议是可以先把它顺吹干，那最后的话可以直接用慕斯类的商品，它去做一个造型，它骑出来的型会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对，
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剪发跟烫发的技巧。那如果你还想看我们分享哪一种发型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感谢 Vic 老师带来的分享，感谢 Vic 老师。OK， 我们下次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影片分享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。最后上面附上 IGFB 还有我的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这边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